今天我们来聊聊儒家里头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，性善论和性恶论。这俩观点可算是儒家思想里的一对欢喜冤家，争论了几千年，到现在都还有人觉得挺有意思。到底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？这事儿可真不好说。但儒家的两位大人物孟子和荀子就在这事儿上杠上了。先说说孟子吧。孟子可是性善论的头号粉丝，他觉得人性天生就是善的，就像一颗颗好种子，只要好好培养，肯定能长成参天大树。孟子说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这话大家肯定不陌生吧？他觉得每个人生下来，心里头都有4颗善的种子，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辞让之心、是非之心。这4颗心就像是人性里的出厂设置，是天生就有的。比如说恻隐之心，就是看到别人受苦，自己心里也会难受。孟子举了个例子，说要是有人看到一个小孩子快要掉到井里了，肯定都会本能的去拉一把，这就是恻隐之心在起作用。再比如羞恶之心，就是知道什么事儿该做，什么事儿不该做，要是做了错事，自己心里就会觉得不好意思，这就是羞恶之心。辞让之心呢，就是懂得谦让，比如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，而不是自己独吞。是非之心就更明显了，就是能分清楚对错，知道什么是正义的，什么是邪恶的。孟子还说，人性本善，但这善的种子要是不培养，就会被杂草给盖住了。这些杂草就是后天的坏环境，比如社会风气不好，或者身边的人总是教唆干坏事，要是被这些杂草给缠住了，那善的种子就长不好了。所以孟子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。他说，只要好好教育，人人都能成为好人。那荀子就不这么想了，荀子觉得人性天生是恶的，就像一块生铁，要是不经过打磨，肯定没法用。荀子说，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为也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人性天生是自私的、贪婪的，那些善良的表现都是后天教育和约束的结果。荀子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觉得人生下来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，小孩饿了就要吃，冷了就要穿，看到好玩的就想要，这就是人的本能。要是不加约束，那肯定就会抢，就会争。荀子还说，人性里有好利、好声色的本能，就是喜欢钱财，喜欢享乐。要是任由这些本能发展，那社会早就乱套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荀子觉得得靠礼法来约束。他说，社会要有规矩，要有法律，得让人知道什么能干，什么不能干。就像盖房子得有图纸，种庄稼得有规矩，人的行为也得有规范。荀子特别强调礼的重要性。他说，通过学习礼，人就能懂得尊卑有序，知道该遵守什么规矩。要是不学礼，那人性里的恶就会爆发出来，社会就会陷入混乱。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听起来好像挺对立的，但其实仔细想想都有道理。孟子的性善论强调的是人性里天生的善良和美好，他相信人人心中都有善的种子，只要好好培养，就能开出美丽的花朵。这种观点给人带来希望，让人觉得人人都有成为好人的可能。荀子的性恶论呢，也不是完全否定人性里有善的一面，而是更强调后天的约束和教育。他觉得人性里的恶如果不加以约束，那社会就没法安宁，所以他特别重视礼法的作用，认为只有通过严格的教育和规范，人才能成为好人。其实人性到底是善是恶，还真不好一概而论。你看看现在，有的人天生就特别善良，看到别人有困难，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帮忙。但也有的人，要是没有约束，可能就会干出一些自私自利的事儿来。
这不就说明人性里既有善的成分，也有恶的成分吗？那这俩观点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？首先，孟子的性善论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有成为好人潜力，不管别人现在是什么样，我们都应该相信他心里头肯定有善的一面，就像教育孩子一样，不能因为孩子犯了一点小错就否定他，要看到孩子身上的优点，好好引导，让他把善的一面发挥出来。再看看荀子的性恶论，也提醒我们，人性里的恶是客观存在的，要是没有约束，那人性里的恶就会像野草一样疯长。所以社会需要有规矩，需要有法律，需要有道德的约束，就像开车得有交通规则，做事得有道德底线，这样才能让社会井井有条。其实不管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，最终的目的都是让人成为好人，让社会变得更好。我们既要相信人性本善，给人以希望，又要警惕人性本恶，加以约束和引导，这样才能让人性里的善发扬光大，让恶无处藏身。最后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儒家里的性善论和性恶论就像是一场关于人性的辩论赛，双方各有各的道理。孟子说人性本善，那是让我们看到人性里的美好和希望。荀子说人性本恶，那是提醒我们不能忽视人性里的弱点和危险。其实人性就像是一块璞玉，既有光泽也有瑕疵，我们得用心去雕琢，让善的一面发光发亮，让恶的一面无处遁形。所以啊，不管是教育孩子还是管理社会，我们都得记住这两点，相信人性本善，同时约束人性本恶，这样我们的世界才能变得更加美好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